很多小兄弟都说法师很惨啊，走中路被抢兵线，还被对面一切就死掉，那要选什么英雄？就选个丛林和尚这个金娜吧，最近又出新造型了。其实他超强啊，清兵线又快，而且不怕被切啊，开启大招你切人就有份啊。这一次直接拿到一个最高的伤害，最高的输出，怎么做到呢？还狂杀！把对面的 T0 这个飞类再加上卡瑞兹打得落花流水，怎么出装怎么奥义怎么魔丸的这个版本好好享受吧。这里看到对面哇，直接大招转上去打到对面，刀锋收掉。这里再来一个大招加闪现，直接一个法师越塔收掉对面的飞类 T0，直接把对面卡利开刀，我们也开刀毫发无伤收掉他两个英雄甲圈我们，开启大招打到对面 T0 卡瑞兹收掉，再把对面刀锋收掉，逼得对面反而闪现。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ello everyone， 我是 Martin 的窝窝，这次带来的是丛林和尚我们金娜的实战解说。如果还没订阅窝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这里看到这一句最强的辅助对面的卡瑞兹搭配队友就把它收掉了。如果是玩过金娜或者是玩过中路的话呢，请在下方点个赞。如果是喜欢玩其他路其他英雄，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喜欢玩什么路什么英雄，我的话有尽量出那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看到对面飞类，我们直接到4等的时候有大招就直接把对面2位英雄就收掉了金娜这个英雄呢，其实是很厉害的一个英雄，他4等前4等后都很强。为什么这么说呢？在4等前，我们的一技能透过小兵的弹射，就可以让对面的英雄觉得会很烦。这里又看到对面的这变色龙直接一个大招转上去，不必在乎是谁尾刀了他。如果是企鹅小兄弟尾刀了，窝窝会更高兴，因为呢，他比窝窝这个丛林和尚更需要呢去发育所以呢，我们如果尾刀给了他，不要觉得可惜，为什么都输出，然后那个尾刀没有给自己拿到呢？没所谓的。那在之后，这个英雄呢，很快就会出一个炼狱的造型。那个造型，我觉得哇，好想氪金那个造型真的很好看。然后看到在我们的蓝 buff 红 buff 区有集结飞类，也是这个版本几乎是最强的一个凯撒路英雄对面用的英雄都是很厉害的，在这个强度上很厉害的英雄，帮助我们的打野呢，我们开启大招救了我们打野一命，也把对面的飞类刚刚的打成一个残血的状态。那金娜这个英雄呢，你用得了他的话呢，就必须要不能够怂。这个英雄呢是要用来切的打团战很厉害的英雄。一个大招的时候呢，尽量人越多就越好就有点像你玩一个艾瑞转圈圈的感觉飞类转圈圈的感觉。那我们的金娜的痛度也是很够的，一个大招1、2技能也一起来放，哇，对面简直很多时候呢，金娜这个英雄都是可以1打5的一个英雄这里一个大招上去，把对面的打野刀锋宝贝收掉，对面其他英雄落荒而逃吓得对面的这个卡利小兄弟大招呢往自己的珠宝那边开了，没所谓，我们还是开一个大招1技能把兵线直接整理。我们这一把呢，最需要发育的呢是我们的奇尔小兄弟如果他要拿中路的经济给他拿，让他尽快的到了后期。那金娜这个英雄呢，也不止金娜，只要你玩到中路尽量都要转其他路去支援，直接一个大招进去越塔，再加个闪现，把对面的
飞类的人头呢收掉。那期待小兄弟这个时间点也说了，哇，这个大招给过啊，感谢感谢。其实只要大家有一个心得，就是不要怂啊，这个英雄你不要怂啊就可以了啊。这里差点回不了城，没所谓。我们呢还是在没有蓝的这个状况，看到这里呢，看似有一波团战快要打起来，在 L 草我们先蹲一蹲啊，有机会就进场，没有的话我们拿个补包继续再战。大家可以看到在出装方面呢，我们并没有把生命法杖直接的出完，而是出一个小的吸血，然后我们再出一个恶魔的微笑。这里一个大招，哇，对面卡利小兄弟想要开启大招，直接把他给秒了。还有一个对面的飞类小兄弟二技呢一踩，他直接被我们打成残血，开启急走啊，逃了。刚刚说到了我们的生命法杖可以先不合上去啊，合上去。那我们呢就再出一个恶魔的微笑，让自己更快的出装啊，不脱装。那吸血15%、25%差不多啊。那这里直接开一个大招上去，哇，把对面的卡瑞兹就收掉，再把对面刀锋宝贝搭配队友也收掉。那刚刚说到虽然多拿10%的吸血对于金娜来说当然是加强了，可是如果我们更快的把恶魔的微笑出了，这个坦度增加了那也是蛮好的。所以我们可以不脱装出个小的吸血，再来出一个恶魔的微笑，再来我们出我们的破防。在破防方面呢，我玩金娜，如果有些小兄弟就是很喜欢玩消耗类的，就是一技能然后不断的消耗二招大招是很少踩进去的，那就可以出一个混沌法杖。可是我觉得这个英雄呢，如果你玩消耗的，很多英雄都可以玩消耗，这个英雄的特色就是一个大招转进去，所以的话可以出一个我们的贤者领域。这个装备就是像我们金娜这种近战型的法师的一个装备。那当然的，你也可以选择出一个混沌法杖，如果你虽然是走一个大招流，可是如果你是喜欢出一个混沌法杖增加自己的冷却缩减，那也是可以不过贤者领域这个呢，这个装备可以大大增加我们金娜的一个容错率，增加生命之余，我们的大招直接转进去就破防。这里把对面蓝 buff 拿掉，然后呢不用怂把兵线不断的弹射poke 对面，消耗对面血量，大招转起来，哇，对面飞类T0英雄，刚刚我们是没有血量的一个状态，马上就回到满血。金娜这个英雄很需要他的吸血，所以在我们的奥义方面，我们是带血魔，再把上路兵线下路兵线整理，不断的整理，然后一技能有小兵就弹射。金娜的弹射呢是很痛的，不要小看他的弹射绝对会让很多人很头痛，尤其是你的对线。这里看到对面飞类，哇，直接转起来蹲他，然后把他人头收掉。画风一转这一把打了很久，那有2波呢，我们原本是要压对面的，可惜小兄弟们没有跟上只能跟对面换，那没所谓看到对面的刀锋宝贝我们直接大招加速转起来，爱的魔力就把对面的刀锋宝贝人头收掉，这里直接 shut down 掉了他，回手再把凯撒直接要拿，这个时间点呢尽量不要拖了能够在现在赢的就把他先赢了，
要不然啊，如果打一波团战打得不好，对面如果从逆风变成顺风，那就更烦了。看到对面飞类小兄弟他往回逃，我们把兵线直接整理。那如果是想更加的增加自己的容错率的话，可以把恶魔的微笑换成圣骑战盾，红盾也是可以。我们不断的点深渊魔龙克德，想要和我们的打野一起把这个魔龙克德深渊魔龙克德直接拿掉，把这个节奏再快，双龙都拿了，有机会就拿。那击杀往往都是为了争夺地图上的资源。看到对面在蓝 buff 区有集结，等待进场机会啊，他圈完了，马上大招下闪现，把对面卡莉先收掉，逼得对面的卡瑞兹直接往回逃。那飞类这里要整理这波兵线的话，直接撵上去不啰嗦，搭配队友把它收掉。那卡瑞兹这个时候想要收残血的，我们的反恩马上一个大招上去。这个英雄啊，我们金娜毫发无伤，就是因为他很需要吸血和坦度，把对面的刀锋宝贝越塔又收掉了。有吸血，有坦度，有伤害，简直就是法师版的一个飞类啊！把对面就这么的收掉4个，如果反恩还出来，我们还想再收他，把对面的直接团灭了，赢得这场游戏的胜利。还有最高伤害超过30%的一个伤害。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adTeam 的窝窝。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和分享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